满怀着期待，在艰难的撬开棺盖之后，现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，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人们大吃一惊，并没有出现尸体或者四肢物等陪葬品，只剩下棺底的薄薄的一层淤泥。安徽庐江挖出三国名将周瑜墓，当考古专家满心欢喜地打开棺材盖板时，棺内竟然只有一层淤泥，墓主人的尸首也不见了踪影。其中一位考古队员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当场昏死了过去。费了老大的劲儿挖了一座古墓，最后一件宝贝没捞着，搁谁心里都不好受。带着心有不甘的情绪，他们继续对棺材进行了清理工作。然而清理工作刚刚开始，棺内散发出的一股恶臭味把考古队员熏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根据棺内淤泥的颜色以及棺盖打开以后一股扑鼻的腐败气味，我们认为墓主人应当在棺内。之所以棺内的淤泥与棺外的颜色有很大的区别，我们推测呢，因为呢棺内呢，它淤泥的形成全部是墓主人腐烂以后形成的。这具化为淤泥的尸体会是实力仅次于诸葛亮的周瑜吗？棺内这些令人失望的现象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棺外的随葬品保存完好，棺内的东西全部腐烂掉了呢？最后通过对棺材再三的仔细检查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原来虽然墓主人棺材的双层椁板使用的是金丝楠木，但是棺材的前后板却不是金丝楠木制成的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导致棺材下葬后不久就出现了裂缝变形的情况，导致棺外的空气进入了棺内，就造成了墓主人遗体的腐烂，而棺中的随葬品也因此遭了殃。如今墓主人最贴身的随葬品都消失了，专家该如何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？安徽庐江挖出三国名将周瑜墓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，突然有人大喊：淤泥中有东西！这个凸起物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淤泥里面还有残存的陪葬品不成？考古队员赶紧动手清理棺中的淤泥。首先清理出来的是宝剑，因为这种器物比较大，宝剑的剑鞘上面的油漆就像新的一样。随后又清理出来带铜环的玉龙，这条玉龙是球形的，雕工非常精美。随后又陆续的清理出了漆盒、木梳、木币以及棺帽状的物品。这个长条形状的凸起物就是一把青铜宝剑，而那对对状物则是一只玉龙。这一发现让专家疑惑不解，墓主人的尸体早已腐烂，为什么极易腐烂的剑鞘、木梳没有腐烂呢？而且还保存得如此完整。专家推测，宝剑上面的剑鞘之所以没有腐烂，是因为下葬的时候在墓主人的身体上部，尸体腐败以后，宝剑仍然在尸体腐败的淤泥上方，它是最后沉入淤泥当中的。沉入淤泥以后，与棺内空气隔绝，就没有腐烂。而木梳、木币当时下葬的时候，在墓主人肩部的漆盒上部，也是最后沉入淤泥当中，最后与空气隔绝，这才幸运的保存了下来。即使已经过去了1800多年，宝剑出土的那一刻依旧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。30张纸轻轻划过，瞬间被分为两半。墓中出土的文物也向我们展示了墓主人当年不平凡的一生。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，更加说明了墓主人绝非寻常百姓。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就有人猜测，墓主人该不会是三国名将周瑜吧？一些群众呢就猜测，他是不是周瑜的墓葬，或者是小乔的墓葬？这两种说法呢，因为在地方上呢都有一些根据。周瑜呢是庐江人，他的墓葬呢也在庐江。虽然周瑜故里不是凭空胡乱猜想的，但是这座墓真的是三国大将
周瑜的陵寝吗？然而这种说法很快就被专家否定了。因为周瑜墓在历史上呢有记载的是在城东，小乔墓呢也是在文史资料上、史书上也有记载的是在城西，而我们现在发现的汉墓呢是在庐江县政府的北边，它的方位是不对的。即使专家否定了周瑜小乔墓的说法，但是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，专家还是要继续破解。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棺材的底部，他们终于成功的找到了一枚印章。根据印章上面的字迹，再经过文字专家的反复推敲，最终确定为“临湖魏印”4个字。在汉代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临湖县。根据历史资料记载，汉代的县级武官称为魏。那么呢，临湖魏印就表明了墓主人是临湖县的县尉。印章上的临湖魏印解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。虽然他的名和姓我们已经无从考证，但是根据墓葬的规格，专家判断墓主人不可能第一代为官，家中应为世袭官员，因而他的陪葬规格远远超过了他本人身份所能达到的级别。您对这座汉代墓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